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近日，全国多地的医保部门陆续收到了国家医保局抄送的一份函件，明确提出用医保基金支付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费用的行为已经不符合现行医保政策规定，要求相关地区立即整改。如果医保不给钱了，对于某些财政赤字的省份来说，常态化核酸检测差不多就结束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各地的最新财政数据。深圳市1到4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1309.8亿元，同比下降 12.6%。而作为中国的经济龙头城市，上海市统计局公布了前4个月的经济数据，其中在4月份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2191.49亿元，同比下降 36.5%。前4个月，上海新增外商直接投资企业1144家，比去年同期减少 46.9%。而在工业方面，上海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286.17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61.5%。在消费方面，1到4月，上海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099.25亿元，同比下降 14.2%。分行业看，1到4月，批发和零售业实现零售额4745.43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13.4%。住宿和餐饮业实现零售额353.82亿元，下降 24%。可以看到，从出口到消费，上海的经济数据是全面暴跌，而现在北京的情况也不太乐观。这些一线城市可是我国的钱袋子，内地的许多省份基本上都是靠这些大城市输血。而今年呢，这些钱袋子基本上都烂了，内地省份的这些城市日子也不太好过。前2天顶层也在10万人经济大会上直接指出了当前中国经济的困境。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来，就业、工业生产、用电、货运等指标明显走低，某些方面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而且各地财政收入下降严重，尤其是长三角地区，最大降幅达到 32%。已经有几个省给国务院打报告，提出来要借钱。5月份截止目前的发电量、运输量和新增贷款都是负值，所以今天开这个会刻不容缓。另外，高层也发出了预警，当前经济已恶劣到严重冲击中央财政收入。4月份全国财政收入从口径下降 5.9%， 地方财政下降 6.6%， 再加上海上交通停运，关税收入大跌，这都严重影响了政府总体税收来源。所以我这里也给大家报个底账，除非再有特大的自然灾害，还有一笔总预备费，其他的钱就靠你们地方。中国作为这么一个大的经济体，一旦运行划出合理区间，想再拉回来，不付出巨大代价和更长时间是很难做到的。敢于在14亿国人面前直言当前的严峻形势，的确振聋发聩。可以说以后那些靠中央转移支付吃饭的省份，也不得不勒紧腰带过日子了。顶层这么一说，再加上医保局明确提出，医保基金不再用于支付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费用，那些号称搞常态化核酸检测的省份也开始慌了。据某证券研究所的报告指出，按照当前的成本算，中国一年约需花费1万多亿在核酸检测上面，约等同全国医保余额的一半。而中国今年军费预算也仅为 1.45 万亿元，国家每年的财政预算都是有规划的，钱都花在刀刃上。如果医保的钱花光了，那些重病患者还能吃得起药看得起病吗？既然医保用不了，那只能靠地方财政了。而现在各个地方财政都捉襟见肘，最后只能号召百姓做自费核酸，毕竟资本家不可能帮你免费做核酸的。还好国家医保局明确指出，核酸检测单人单检最高限价每人份16元，多人混检不高于每人份5元。可以看出来，把价格降低到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的确是有让大家自费的倾向。而所谓的免费也只是名义上的，检测的费用也是从税收和医保里出的，国家花的每一分钱都有百姓的汗水。当医保局不当冤大头，防疫指挥部满头问号，核酸产业链上的商家笑了笑，三方共同把目光看向了老百姓。为了健康，这钱你们出的不亏。而当核酸检测必须要做，而不使用医保却变成了自费的话，那么对于资本家而言，这依旧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因为你永远不用像做其他生意一样担心产量滞销的问题。另外插个题外话，目前国内新增了约 14.4 万核酸检测岗位。据相关报道，广东核心城市的核酸采样员待遇是月薪1万到 1.5 万元，包吃住，有全勤奖、五险一金及餐饮补贴。工作内容主要是配合街道办或者医院做核酸采样。可以预见的是，想要正式上岗也会内卷成花，可见我国的核酸产业欣欣向荣。
为拉动我国 GDP 和促进就业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那么中国下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呢？咱们可以拭目以待。今天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对本话题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大家如果喜欢这类视频的话，麻烦给个3连或者关注一下，您的鼓励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咱们下期再见。